2018年7月2日，中国贵州省的一座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这座山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这座山沧桑洪荒，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从海洋抬升为陆地的古老台地。14亿年岁月雕琢的地貌奇观，集黄山之奇、峨眉之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一身，崔嵬不减5岳。这座山神秘慈悲，护佑着亚热带孤岛山岳独特的生态系统，保存着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拥有全球独有的动植物，灵异足播千秋。这一座山，就是武陵之巅梵净山。梵净山山脚下，江口县坝干村，一阵柔细的鼓乐声吸引来不少游客。罗面具，当地人称脸壳子、鬼脸壳，摘下为人，戴上成神。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与神鬼的交流。鼓乐声中，人鬼神一一登场。这里的人们相信，山有山神，水有水神，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人们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小心翼翼地与自然相处，以免触犯神灵。挪堂戏就是这种敬畏之心的一种表达，戴上面具与自然沟通对话，诉说人们心中的祈愿，表达对自然的崇敬。傩文化由巫文化发展而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先民对祖先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晦涩、神秘、悠久、原始，但并不落后。这种敬畏自然的文化，直接成就了梵净山令人称奇的生物多样性。杨传东生在梵净山，工作在梵净山，一直痴迷于梵净山的植物研究。虽然已年过花甲，但是依然心心念念于梵净山冷杉的研究和保护。要这吗？梵净山冷杉，我国1级保护植物，只生长在梵净山一个幽静陡峭的峡谷中。冷杉的分类比较复杂，不考虑变种和亚种，全世界共有52种冷杉，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和北美。
我国是世界上冷杉物种最丰富的国家，共有22种冷杉，集中分布于横断山区。梵净山冷杉是冷杉属的7种结遗植物之一，对研究植物区系、古气候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那么，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使这种结遗植物生存至今呢？梵净山的山脚下有一块特别的石头，这就是枕状玄武岩，它的形状你看像枕头一样，一个一个的啊。枕状玄武岩是一种特殊的火山熔岩。如果火山在水下喷发，由于水的作用，岩浆一离开火山口，就会迅速冷却收缩，形成一包包枕头形状的熔岩。新的岩浆在冒出时，会将之前的枕状熔岩向两边推开，如此循环往复，就会在火山口附近形成一堆堆的枕状熔岩。由于它的外观形态和枕头十分相似，地质学家就给它起了枕状玄武岩这个好听又形象的名字。这一块石头无声地诉说着梵净山惊心动魄的往昔。1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海底火山一次次喷发，汹涌的岩浆在海水中迸发、燃烧、沉积。同时，以万年、10万年甚至100万年为单位，海底的沉积物不断的累积，缓慢、稳定。梵净山的基础就这样一点点地堆积起来。然后，大概5亿年前，板块运动使这里不断抬升。在中国黄河以南，这里是最早从海洋变成陆地的地区之一。周围的喀斯特地貌区，石灰岩被侵蚀的速度要快一点。以变质岩为主的梵净山，最终在喀斯特地貌区的海洋中浮现，就像是水落石出。以2000米的落差，屹立在贵州东北部的低山丘陵地带上。它犹如一座来自蛮荒的孤岛，一枝独秀。这样的山，全世界独一无二。可以说，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梵净山都独特到没有朋友。这里呢，这个沟谷呢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分界线。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梵净山由变质岩形成的那个常态地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明显的喀斯特地貌。G65国道离梵净山主峰直线距离20千米，蜿蜒在两山之间。乍看上去，公路两边的山美景如画，没什么区别。但是，此山非彼山，此石非彼石。云社，一座土家族寨子，处于喀斯特地貌上，距离梵净山的核心区只有10几千米。这里山清水秀，更像江南水乡，比大山深处多了几分从容和安逸。这里的植物绵延几十千米，而且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几乎随处可见，已经适应了岩溶地貌的生境。梵净山就是被这样的地貌包围着，与众不同，卓然独立。地质上的孤岛效应，使梵净山有了不同于周边的水土和生态系统，
进而孕育了多样的生物和独有的动植物，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孤岛。前金丝猴，又名白肩仰鼻猴，国家1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全世界只有800只左右。前金丝猴只栖息在犹如孤岛一般的梵净山中，由于活动范围狭窄，加上数量稀少，又被科学家称为地球独生子。淫羊藿，全草功药用，是分布很广的一种植物，但是短茎淫羊藿则为梵净山所独有。在梵净山，这样本地独有的草本植物实在太多，不胜枚举，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物种被发现。哎呦，这里有蛇根草嘞！2017年，在一次上山考察中，杨传东发现，之前一种一直被认为是日本蛇根草的草本植物，与日本蛇根草有许多差异，应是一个新的物种。它这个蛇根草呢，跟那个日本蛇根草呢的主要区别呢，就在它这个干上哈，它这个是弥补了这个绒毛。那个日本蛇根草呢，它有毛呢，它是排成2列的，像排队一样的，不是乱的。另外一个呢，日本蛇根草的那个驼叶，它呢那个叶子一长出来过后呢，它就掉了，就脱落了，它不除层。但是我们这个蛇根草呢，它的叶子呢，这个驼叶呢是除层的。你看去年的这个驼叶，它现在还在上面。另外呢，它这个就是花冠桐里面呢，有很多的弥补的那个绒毛，包括脂肪也有毛。大家一致认可这个是一个新的类群，所以我们最后就定了，叫贵州蛇根草。杨传东把这一发现写成了论文，发表在2018年出版的《植物系统学》期刊上，并把这种植物命名为贵州蛇根草。丰富的植物物种得益于这里的优越的气候和地质条件。梵净山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2000米的山体高差，复杂的地形，加上东亚季风的影响，造就了梵净山明显的气候差异，以及垂直立体的气象分布。一山有4季，10里不同天。山下桃花，山上雪。当地百姓的民间谚语，形象地描绘出了这里的气候特点。梵净山有地球同纬度上保存最完好的亚热带山地原始森林，植物种类丰富。2000米的垂直高差上有多达5个植被带。千万年来，地球气候不断变化，冷暖交替。正是因为这2000米的高差，不少物种得以幸存。当地球气候变暖时，适应一定温度条件的植被带会向更凉快的高海拔区域蔓延，反之则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一上一下之间，梵净山的许多物种成了孑遗生物，因为平原上的这些物种跟不上气候的变化，消失了。可以说，梵净山既是热带植物北上发展的栖息地，又是温带植物延伸南下的避难所。珙桐有6000万年历史的孑遗植物，被誉为活化石，就是这种特殊地理气候条件的直接受益者。梵净山是当今世界上珙桐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有10多片珙桐群落。开花的时候，珙桐飘逸的苞片如同鸽子的翅膀，因此
人们又称它为鸽子树。不过，很多人都会把拱桐苞片误认为是花瓣，也难怪，这苞片确实比许多花的花瓣都漂亮。这种叶形奇特、花又大又美丽的乔木是鹅掌楸，它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孑遗植物，因为花型和郁金香相似，也被称为中国的郁金香树。叶子的形状又很像马褂，所以又叫马褂木。它和北美鹅掌楸是仅存的2种鹅掌楸，其他10几种同属植物因为不适应气候的变化，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2株擎天楠木植根于梵净山山门外的寨沙洞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与高大的鼓楼交相辉映。这么珍贵的树木能在这里安然成长这么长时间，可见当地人民有远比经济利益更美好的追求和愿景。这株参天大树更是了不得，树龄超过1300年，被誉为贵州紫薇王，树高34米，也属于远古孑遗树种。如此高大的紫薇，全世界也仅有2株，另一株在日本福冈，高度低于这株贵州紫薇王。40有不谢之花，8节有长生之景，是梵净山的真实写照。梵净山，山如其名，这是一片净土。一直以来，梵净山都是武陵地区各族人民共同朝拜的灵山。因为远看是一尊睡佛，绵延万米，当地人又叫梵净山为大佛山。山就是一尊佛，佛就是一座山。梵净山的佛教在明朝最为兴盛。赤次碑全称赤次梵净山重建金顶虚碑，奉明神宗圣旨所立。碑文称赞梵净山礼天地而不毁，贯古今而独龙，把梵净山誉为天下众明月之宗。香火鼎盛时期，山上山下寺庙一度接近上百座。行走于此，浓郁的佛教文化气息让人沉心尽喜，似有所悟。云瀑、禅雾、幻影、佛光，4大奇观增添了梵净山的神秘色彩。孤峰、断崖、深谷、溪瀑，古老的地质更是形成了多样的地貌景观，难怪古人会发出“灵异足波千秋”的感叹。老金顶海拔2494米，古称月镜山。据说月朗风清之夜，在老金顶随便取一面石板，都可以照出自己的影像。1万年的风雨侵蚀，鬼斧神工，已经把老金顶雕琢成了一个奇石大观园。蘑菇石伫立于台地之上，看着就让人捏着一把汗。然而风雨飘摇中，这块石头却万年不倒，成为梵净山的标志。
万卷书，俨然一座书山，层叠有序，古朴巍峨。书里的每一页石板都记录着比人类久远得多的故事。太子石，俨然一个巨人正在仰望，相传为皇太子所画。牛尾河从他脚下缓缓流过，滋润着生灵万物。剪刀匣，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长征期间，红二军团穿越峡谷，与红六军胜利会师。新金顶高近100米，孤峰高耸，直刺云天。清晨有时会有红云缭绕，又名红云金顶。峰顶的裂缝是金刀匣，将金顶一分为2，令人称奇。两边各有一庙，一边供奉释迦佛，一边供奉弥勒佛。这种布局是很少见的，禅意深远。立足峰顶，风光无限，但要想登顶，必须先下定决心，然后手脚并用，不问路程，只管登攀。一些远来的游客赞叹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吗？”万宝岩因晴天岩石有反光而得名，它看着不起眼，却很不简单。它从海底抬升而来，有10多亿年的历史。岩石中夹杂着远古海洋中的沉积物，展现着沧海桑田的演变。在黄河以南这片古老的台地上，是标志性的地质景观之一。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所在，梵净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0余座，山势连绵，犹如一部浑然天成的地质史书。独特的地貌集黄山之奇、峨眉之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一身，崔嵬不减5岳。快过来！每次上山前，杨传东总是要给大家做上一道辣椒炒肉，带到山上吃。辣椒富含维生素 C， 可以除湿；肉富含蛋白质，可以补充体力。都热一下的话，因为山上那个条件有限，要找正干。景区步道边上的一条小岔路通往梵净山的北坡，那里的一个山谷是梵净山冷山的最后庇护所。由于梵净山冷山发现时间还不到40年，许多具体情况还是个谜。梵净山冷山常绿乔木，松科冷杉属，喜欢背阴湿润的环境，只生长在梵净山北坡海拔大约1900米到2300米的一小片区域。因为环境艰险，在这个神秘的山谷里，究竟有多少棵梵净山冷杉？其中有多少棵小树？多少棵老树？这些年是多了还是少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至今还笼罩在迷雾当中。杨传东这次带队上山，就是要好好调查一下梵净山冷杉的数量和具体发育情况。
这个就是以前的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石渠。对，这个就是以前潮山的古道。潮山古道边上，许多稀有的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这个就是梵净火绒草，也是梵净山的一个特有种。只有梵净山才有的。这个是梵净山一个特有种，梵净小檗科的。这个植物特有点就是这个结茎这有3颗刺，所以说老百姓又叫它3颗针。那就梵净景天，13年才发表的一个新的类群，更进一步的丰富了这个景天属的植物多样性。发现一个新物种可不容易，要在这陡峭的山崖下找到这么一个几厘米大小的植物，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梵净景天的发现就用了3年时间。因为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呢，要采集它的标本，除了刚刚要采集它的花果，这就要不同的季节上来采。第1、第2年我们就连续上来了4次，都没有采到花，也没有采到果，因为采不到它的花，就定不了它是哪一个属的物种好，第3年我半个月上来一次，好，终于我们采到了那个花。秋天的时候又把果实采到了。路越难走，发现就越多，甚至1步之内就生长着几种本地特有的物种。你看这个一个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5个那个特有种。你看这个是梵净报春这个是梵净点地梅嘛这个也是梵净山特有的。但这个是紫菀，这梵净紫菀的这幼苗。卵叶报春是吧？像鸡蛋一样的，它就根据它的叶形来取名的。这个地方你看又有梵净那个景天，你看就是1个平米就特有植物。这个要在全世界、全中国要找1个平米的地方有4、5个特有植物的地方很难找。独特的小环境，湿润温暖，难怪这么多种梵净山的特有植物挤在这里，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白云朵朵，转眼间就雨雾迷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势给梵净山带来了大量降水。西太平洋季风、印度洋季风进入内陆，遇到武陵山脉阻挡，大量的水汽变成降水。2000多米高的梵净山更是得天独厚，虽然身处内陆腹地，但是1年的降水天数多达240多天，年降水量最多能有2600毫米，堪比我国季风降水最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水源充沛的梵净山号称有99道溪，这些溪流汇成黑湾河、牛尾河等9条主要河流，奔腾而下。西北坡面的流入乌江，东南坡面的汇入沅江，所以梵净山又是乌江和沅江的分水岭。丰茂的植被、多样的气候，也为一些喜阴的植物提供了生存空间。苔藓类植物在山上随处可见，树干、岩石、草木之下都是它们见缝插针之处，1平方米能有20多种。这是体灯藓科的，这个是锦藓科的，这是苔。这种是苔，这是雨苔，这种棉藓，还有这种鱼藓，鱼藓科的鱼藓。根据最近的一次本地资源调查，梵净山总共有657个苔藓物种，丰富程度令人吃惊。
在这么一个孤岛生态系统内，苔藓物种的丰富度有这么高，足以说明，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物种基因库。阔鱼是一种软体动物，俗称鼻涕虫，也喜欢温润阴湿的环境。它们外表看起来像没壳的蜗牛，行动十分缓慢，爱吃苔藓。这是最中间这一层，是吧？你不用铺双层嘛，你用这是最中间这一层。我一直是拿层的嘛，我一直是拿层的，它是双层的了嘛。天色渐晚，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不一会儿就用塑料布搭起来了一顶帐篷。来，大家大口吃肉，加，来，看到我要搞个大片肉了。大家加油吃肉。这就昨天炒的菜了啊！你怎么这么着？我一辈子下去了。必须谁了？明天下山，日落后，气温下降得很快，大家纷纷钻进了睡袋。山里手机没有信号，事先下载的视频和歌曲就成了大家打发寂寞的唯一娱乐。第二天，队员们继续向山顶行进，经过一片流石滩，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梵净山冷山的地盘。就要到达目的地了，队员们十分兴奋。你看这个冷山啊，这个分布的界限非常明显。你看，这边是那个东南坡。这边就是西北坡，这个海拔1900，你一直上去在2300，你看它就沿着这个山脊线，啊，你看，它就没有越过这个鸿沟，所以它对这个温度气候就非常敏感。梵净山冷山全部分布在阴面的山坡上，这里地势陡峭，岩石突兀，遍地都是腐叶和苔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在这，刚才是从这个1725应该是，都到这个位置。这是2052，这个目的就是这个，这是2000，加到1800，这个很高。它最低分布就在1800嘛，1800的就是下限，待会得下去看一下。队员们顺着石缝，小心地下到峭壁上的密林中。为了摸清梵净山冷山的种群状况，队员们要用皮尺先在山坡上拉出样方，然后再对样方里树木的种类、高矮、直径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鸡毛啊，眼睛那个，拿一个数一下，就样方的这个大小，也根据它的物种的多度来说，就亚热带的，就是温度高一点的物种丰富一点的，它的调查样地的这个面积就大一点。像我们这个它这个冷杉林呢，它比较单纯，它就是冷杉、铁杉、杜鹃。几个物种，还有那个奇树，几个物种，它的单纯一点呢，它的物种的丰富性呢要少一点呢，它的调查的面积呢就要少一点，相对来说少一点。梵净山冷山
基本上都是长在山坡的背阴一面，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你看它下面，下面就非常陡峻了，这里就下不去了，就从侧面绕过去了。对，全部都是悬崖了。是，所以要调查的这个数量很不容易。树林里95%的地面都覆盖着灌木和草本植物，地表的苔藓也又多又厚。在这种条件下，冷杉的种子很难接触到土壤。更要命的是，梵净山冷杉本来结实率就低，种子发芽率更低，10颗种子或许只有1颗有希望发芽。即使有幸运的种子发芽，在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压制下，幼苗的成长也非常艰难。1年、2年、3年、4年、5、6、7、8、9、10，这是1年了，这个橘子上来了，长那么大弟弟，不容易。这是一场无声的争夺。种子需要的不仅是自己颗粒饱满有生命力，还有更重要的运气。这场无情的生存较量可能要持续几年、10几年，而且还要等待恰当的时机，才能开始下一场比拼。在这个山谷里，生命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冷杉幼树的高度超过了灌木层以后，如果正好最上层的植物枯死，空出了林窗，它才有机会快速生长，独占一方小天地。否则，它还得继续蛰伏，等待自己的机会。这株高大的冷杉，它肯定经历了数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风雨，才能如此幸运，傲然挺立。胸高直径4米，多近了9米、10米、10米5。雄性65，冷杉小苗24株，10米乘10米，100个平米呢，1.5米以下的呢有24株，1.5米到3米高的呢有6株。那么证明呢，这个群落呢，从目前来看虽然有枯死的现象，老树，但是它这个群落呢，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它的根性还是非常好。经过山脊上的抽样调查，5个400平方米的样方内，梵净山冷杉共有307株，其中大树98株，小树209株。对比之前的数据，说明近些年来的气候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梵净山冷杉。冷杉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报警器。梵净山冷杉是最后被发现的一种冷杉，犹如藏在深山中的生命密码，对研究古气候、古生物演变都很有价值，被列为国家1级保护植物，也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重点保护的针叶树种之一。除了特有动植物，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也是梵净山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数据可以直观说明梵净山植物物种的丰富。梵净山野生种子植物有近2000种，约占全球种子植物总数的1.1%。
千万别小看这个1.1%，这可是全世界的1.1%，而梵净山保护区的面积只有400多平方千米。典型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基本没有人类活动的干扰。独特的地理条件使梵净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了植物王国、生态王国、自然基因库的美誉。行走在梵净山景区里，最大的感受是恬淡自然，好像什么都稳着收着，低调内敛。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简单纯粹。精致的人行步道，窄窄的，很多地方都是栈道。步行大约半小时就会有一个休息的地方，贴心的设计让人走着很享受。一条索道高空高架，最高的离地面70-80米，下面连维修通道都没留，对植被基本没有影响。山上没有兜售的商贩，山下没有围追游客的小老板，所有的生活设施都建在保护区外。山里大部分建筑都保持着风雨斑驳的原貌，少量的复原也极其谨慎保守。到了晚上，整个景区全部清场，静静的山林仿佛从未被打扰，重归自然，再入洪荒。有所为，有所不为，所有的人类痕迹都表达着对自然的敬畏。人因矜持而高贵，山因枯荣而自然，人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是人类和生灵万物的共同家园。曾经这里火山肆虐，曾经这里海水滔天，曾经这里大河奔流，曾经这里一马平川。亿万年的历史在这里一层层的累积，有一点点的剥落。每层或薄或厚的石头都默默地诉说着岁月的变迁。沧海桑田，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感恩体味自然的魅力，守护身边的美好。